大家好，咱们上一期视频啊，讲到了思维这个利器哈、其实一个人我叫做思维的脊柱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有思维能力，我们呢才能够不仅看清世界，而且也可以吵好架。为什么呢？其实所谓的吵架，表面看上去啊，好像是在吵，实际上是两种思维在对决，是吧？啊，或者是说有一些思维的陷阱和低质量的思维和可能高质量的思维在一块儿一个交互的这么一个过程。啊，所以呢，我想吵架是每一个人啊在日常生活里每天都要遇到的一个场景。所以今天啊，咱们就来讲讲啊如何吵赢每一场架啊，真的可以的。你要现在不信，听到最后你肯定会信的。而且呢，我要预告一个很重要的彩蛋啊，现在其实就可以告诉大家，我会在这个 show notes 里面放。我们呢做了一个工具啊，这个工具就是可以帮你啊吵好每一次架的。到时候大家可以自己试一试啊。好，那你可能会首先很好奇哈，说，哎，你这是啥工具这么神哈？其实不神秘，我先告诉大家，就是我这些年做工作坊、做诺言啊，包括奴隶社会，诺言应该是从2017年开始做，然后奴隶社会2014年，当然后来哈，就是这个号也被删了啊什么的，但是我们诺言社区现在一直还是有很多很多全球的诺友在，而且很快我们就9周年了哈，谢谢大家在一起。那这些年呢，其实我做了大量的这个答疑，当然一方面有很多课程啊，大家在诺言里面看到，然后答疑里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各种觉得哎呀，我就觉得不大对，但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或者怎么处理，或者怎么怼回去啊。所以其实有了大量的语料啊，当然也有我很多我写的文章啊，写的书啊。那现在呢，也是感谢 AI 时代哈，我这个所有的语料加起来可能有1000万字吧。然后我们就把它就是输给了我的这个可爱的 AI，然后呢，让它基于这个，以及基于我后面今天视频会讲到的一个思维框架，来做了这样的一个工具啊。所以呢，你带着这个工具啊，就其实后面是10年积累下来的大量的真正的真人的案例。以及后面的这个思维方式，可以对你的每一次今天需要吵的这个架起到帮助的这么一个工具，是不是很值得期待啊？大家可以自己看啊。那好，那我们呢就先以一个例子开始啊。这个例子是雪博我们东京诺友雪博提的啊，他就说呢，他的女儿呢。周末去参加了一个这个乒乓球赛，他只得了个亚军啊，他打的是不错的，然后回来就哎呀就很不开心嘛哈，然后就哭了。然后哭了以后呢，他现在有9岁吧，8、9岁啊，然后就告诉了爸爸啊，雪博告诉了队友，那队友呢就说了一句话，说这个自尊是建立在努力的基础上的，如果没有努力没有赢，你就没有资格哭。这句话是不是听上去，哎呀，好像义正辞严的，又觉得不大爽，是吧？那我们呢就来拆解一下这句话啊。当然，这个是李雪来问我说：“哎呀，这个我怎么怼回去？觉得不对啊。”好，我说呢，这一句话好像只有20几个字哈。这个队友的回复其实藏了4个坑啊。第一个呢，他把这个自尊这个词呢偷偷的换了意思啊，然后呢就又凭空的断定了他不努力。然后呢，再从自尊靠努力来推出不努力就没有资格哭然后最后呢，用这个没资格这3个字呢，用去羞耻，去打压一个正在难过的孩子的情绪的正当性，是不是啊？看出来了吗？所以呢，其实这4个坑其实是正好对应着4个东西，也就是我想给大家讲的这个框架，就是我们在任何一次其实吵架只是一个说法嘛，或者 debate 其实是个中性的词，大家不要觉得你在跟我吵，其实吵是我们在进行思想的交互，是不是？那这里面呢，其实都有4个层次，这是我总结出来，也是我在工作坊里讲的，然后工作坊里我会更展开讲，大家如果有机会哈，希望大家也有这个，我们有机缘可以在工作坊见到大家。我说这4条呢，其实是第一个，实际上是前提也就是说没有说出来的前提，其实。好多时候我们的前提是 unspoken 的你默认的前提可能我并不知道，那或者说你默认的前提在我这儿并不实用其实等等，这都是很可能会发生的。那第二个就很重要，就是事实到底发生了什么如果我们对事实的这个认知是不一样的，那或者是片面的，那你就肯定很难得到同样的结论，对吧？
那第三个呢，就是逻辑。那有了事实，我是不是就能得出结论？从事实到结论之间，它是要有逻辑的我们上一期视频里面讲到了各种各样的逻辑谬误思维的陷阱，那这里面也是经常有坑的。那最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经常被忽视的就是情绪其实我们情绪对我们在这个所谓的 debate 或者是我们在日常吵架里面是个无处不在的极其高能量的存在所以呢，我们要想去拆解一句话，那我们就看到这4个层面其实中间的2个是比较容易看到的，就是事实和逻辑，对吧？就是如果说我们同样的事实，同样的逻辑，就应该得出同样的结论，大家同意吧？那你如果得不出同样的结论，那要不然就是你的事实2个人是对不上的或者是说大家是中间有各种在事实层面的这个谬误，比方说 cherry picking 就是我就只选择了一些或者是幸存者偏差呀，我只选择一部分等等。然后在逻辑层面上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哪怕在事实层面得到的结论是一样，比方说都同意这个地方有一个煤矿，也有一个黑猫，是不是就能得出同样的结论？这个猫变黑是因为这个矿，是吧？其实类似这样的例子是非常多的。所以事实和逻辑呢是比较显性的，在这4个里面反正至少是用思维能看到的。但是另外这2个，一个是没有说出来的前提，还有一个是情绪，是比较隐性的。而这2个如果我们看不到的话呢，也是很难吵赢的，或者是很难吵清楚的所以是这4个。所以呢，我们就一会儿再回去拆解这个刚才这个乒乓球赛的这个案例但是我想讲完了之后，大家回去拆解，实际上是都能够看清楚的。OK， 好，那我们呢先去来讲一下这个吵的本质吵的本质呢，不是要去吵赢或者我要压住对方毕竟是你死我活，要不然就是我死你活而是要把这个架所谓的吵清楚。也就是说呢，看穿了对方的哪一句话呢，实际上是在唬人也会看清楚自己可能哪一个论点是站不住的，对吧？那这样的时候呢，在这个所谓的这场架结束的时候呢，他这件事情和我们对这件事情的思考和思维，他就清楚了，是吧？好，那我们呢就来看一看刚才讲的这4个层次，我们一步一步的来好，第一个呢就是在讲这个前提，而且特别是没有说出来的前提因为在这个前提之上是这个刚才讲到了，你才有这个事实和逻辑，是吧？好，那我们呢来看看这个前提，就是比方说我举了一个例子，刚才讲到说，哎，你这个孩子叫什么不努力他就这个没有这个就是没有自尊这个自尊的前提是努力，他其实讲这个意思。那可能我们就首先说，是不是是不是我自信的前提是努力呢？是不是我自尊的前提是努力呢？我如果这件事情没有努力，我就不配有自尊吗？这肯定是不对的，对吧？那我如果这件事不是说我去打羽毛球或者打乒乓球我只是什么都没干，我今天在家里面休息，然后就有一个人跟我说，你看你躺在床上，你根本就不值得活在这个世上对吧？那这句话他就有理吗？所以这个前提把这个变成一个重要的前提，这个本身它就是有问题的，是吧？所以这是刚才讲的第一个例子，就是说这是不是一个正确的前提？那你这个前提如果我都不能同意，那你后面的推论我自然也不能同意，是吧？所以呢，这个就是前提。当然，更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要讲很多没有说出来的前提我想很多朋友在我们的 channel 也看过我跟那个秦晖老师的对谈，讲他的书，是吧？然后他其实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所谓的问题物质。那个问题物质或者是议题物质，听上去挺吓人的哈。其实我给大家举一个特别特别简单的例子，就说什么呢？比方说我们现在做了一个研究是关于减肥的说这个减肥呢，这个你可以多吃蛋白质，少吃碳水，然后呢你经常运动，你就可以减肥那这个材料或者是这个论证可能都很完美，是吧？它的事实也是对的，它的逻辑也是对的，得出的结论呢也看上去很正常的。但是如果这样的一个研究它是发生在北朝鲜对吧？那你这个研究就叫做问题物质，它根本就吃不饱。好像因为你比方说你要让他多吃蛋白质少吃碳水的前提是你2个都可以吃，是不是？而且你2个都能吃得起，你都能够能够容易获得到这些食物，然后你又能够吃得起，你呢也有牙是吧？你那个也没有肚子里也没有虫子，
所以你可以吃。所以大家可以看出来，就是这个能够去选择吃碳水还是吃蛋白质的前提是有很多的。所以呢，如果你现在把同样的一篇文章去指导这个北朝鲜人民的这个生活和他的公共卫生，这就叫做问题物质，是吧？所以就是其实秦老师讲了很多的例子，就说这些问题，比方说包括什么女权的问题啊，然后福利国家的问题啊，为什么说西方的福利国家拿到这个中国就不适用，对吧？因为它有很多的前提你是不存在的，所以你不能只把福利这个词拿出来讲所以这就是所谓的问题物质。所以大家看出来吗？问题物质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没有说出来那个前提，它是不符合的。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讲小了讲到这个爸爸对孩子的这种 PUA 是吧？没有努力你就不配有自尊这个前提然后刚才讲到大的，我们讲到历史问题，讲到这个整个理解这个社会制度包括我们看到很多科学研究的成果的所谓的问题物质，底层都是指的这个前提这件事情所以呢，这个指的是前提所以这个前提呢。讲完了以后我们就来看这个事实，是吧？事实呢，其实也是有很简单的一个叫什么框架就第一个，首先你说的这个是不是真的就还是回到刚才这个这个雪伯女儿的例子，是吧？她输球了 ，OK， 那输球了是不是真的？是的，但是其实这是第一步，是吧？第二个呢，就是说她只是输球了之外，他是得了最后一名，还是得了亚军，那也是不一样的嘛，对吧？不能说因为你只要是输了，不管你是最后一名还是得了亚军你差0.1分没有得到冠军等等，这个那都一样，这是不对的。所以哪怕他是真的，他有一个度的问题，对不对？那还有呢，一个就是说他是不是全面的事实？那比方说他这次是输了，那是不是他每一次都输？或者是说他这个每一次都或者说你认为他这次不努力，他是不是每一次都不努力？也不一定的呀，有可能人家10次都很努力，只有这次没努力，对吧？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对不对？所以就说，首先这个事实也就是要问3层。第一个就是这个事实是不是真的？有的时候可能不是真的。有的时候他所谓的这个输了，也可能比方说有可能吹错哨了，对吧？也可能他没输当然这个例子不适用了，但是很有可能第一个我要去确认，你说的对不对？第二个，哪怕是对的，他在什么程度上是对的，是吧？他是说是就真的就是输的一败涂地，还是说只是差一点这也是不一样的。第三个，就他是不是全面的事实？就算这次他真的是输了，我们在程度上也是同意了，那是不是这个他所有的情况下他都是在输？也不一定的，它是个个例还是一个经常发生的状况，这也是不同的，对吧？所以这就是在事实层面，其实至少可以做这3层的检验，对吧？所以呢，你看我们讲这个上次我们那个视频里面大家可以应该在右上角可以看到那个视频，讲到什么？我们讲到3律是吧？统一律、矛盾律、排中律，以及这个形式逻辑这是形式逻辑，然后包括后面的这个这个其实底层它都是有一个从这个同一律开始的，也就是从事实层面开始的，是吧？这是第一个。好，那然后呢，我们就再讲这个逻辑，是吧？逻辑呢，其实就更是我们在上一集里面讲的很多了，是吧？那就是说，是不是说，我有这样的一个事实，就能推出这样的一个这个结论上次我们讲到很多常见的这个错误，比方说偷换概念同样一个词，前一句一个意思，后一句一个意思你说的自由和我说的自由不是一个意思。然后包括我们另外一个例子，我跟大家讲比方说他是一个，这是我们也是我们这个诺友的真实例子。他就说呢，他自己是这个在家里带孩子，在家上学。然后呢，他自己以前也办过学校，但这个学校呢，后来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困难就关掉了。然后就有一个人去指责他说呢，你不要这么自私，是吧？你只管自己的2个孩子，你这么有能力，你应该格局大一点你应该再把这个学校办起来，让更多的孩子可以受益他就受了这样的一个挑战，对吧？那大家想一想，这个咱们回到刚才那个，是吧？他的这个事实是什么？事实其实是对的，对吧？他的确是他现在没有办学校，他的确是以前办过学校，他也的确是现在只是在照顾他自己的2个孩子，他的2个孩子在家上学，他在给他做这个各种各样的课程设计。这个事实是对的。那根据这个事实，是不是就能推出一个结论，说你不给别人的孩子办学校，你就是自私，你就是格局小呢？不是的，对吧？所以首先，是不是我照顾好自己的孩子就是自私呢？
啊。那每个人都在照顾自己的孩子，每个人都自私吗？不是的，对不对？就是我照顾自己的孩子，我有孩子对他的教育负责任，我是一个负责任的父母，而且每一个所谓的大格局都是从做好身边的事情开始的。如果我自己的孩子都照顾不好，我也没有什么资格去做别的事情。所以这个肯定是，不符合的，对吧？第二个呢，它也是一个假的二选一。那好像我如果证明自己不自私，我就得去做学校啊。但是做学校又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首先，它有很多的前提，对吧？你这个环境能不能做这个学校？就算是你这个前提存在，那做一个学校也是非常复杂的，对吧？需要资金，需要管理，需要懂教育的人，需要各种各样的投入。它不是说只要我有格局，我就可以做的，对吧？所以这就是一个在逻辑层面上肯定是不成立的。那这就是非常多样的多见的这样的一种陷阱啊，就叫做假二选一。似乎我只有两个选择，我要不然就是一个我不办学校，我就是个自私的人；如果我是个不自私的人，我就得去办学校，对吧？这是实际上是个假的。就是我为什么要换现在你给我设的这两个虚假的二选一里面呢？它并不是没有第三条路、第四条路，而且你这个道德绑架也是不存在的，对不对？所以呢，这是叫做这个在逻辑层面这样的例子是非常多。还是回到那个我们其实上一次讲过啊，很多这个在这个层面上的一些陷阱啊，我们等26个利器，对吧？这种如何去识别这常见的这26个思维陷阱，以及它和底层的这4个律的这个每一个关系哈，大家可以看得出来，所以呢，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很常见的例子哈，比如年轻人说被催婚啊，好像说你怎么还不结婚啊？他就也是嘛，他就有很多前提啊，前提默认了就是你到这个岁数就应该结婚啊，你不结就是出了问题哈。但是你这个前提我没有同意啊，是吧？我也不能拿来当这个起点，是不是？然后包括是说，哦，你这个不是爱国就是恨国，你如果不按这个说的话，你就是在反对他，这也是假的二选一啊。这种类似的这种所谓二极管的思维啊，也是非常常见的，对吧？所以呢，其实在这一层上，如果我们破的话，刚才不讲到嘛，就是一个是看到前提，然后呢看到事实，然后这个事实呢，然后到这个逻辑。如果破的话，就我们可以在每一层里面都看到它可能存在的这个漏洞，是吧？那这里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哈，就是说我们呢在虽然我觉得说好像在吵架，但是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不要去这个马上陷入争论啊，因为其实我们不被唬住的第一步就是核对事实本身，而不是去急着争辩对和错。因为一旦你进入了争论啊，你其实就已经默认了这是一件可以争的事儿，对吧？而很多时候呢，那个被当成事实摆出来的东西，它本身可能就是假的，对吧？就好像我们说指鹿为马，赵高说这是马啊，你要做的不是说跟他说啊这个争这是不是马，而是说哎这个我们要先看你现在这 what's going on， 对吧？你这个事实是说它肯定不是马，但是可能还有一个事实是你实际上是在逼我做这个服从性的训练，对不对？所以其实这就看到它前面的前提，所以这就是在前提、事实、逻辑啊，刚才讲的这3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其实就是能够看到这个底层的这些，我们在不进入争论之前去看到它是不是事实，是不是全面的事实，那是不是这个程度对的事实，对不对？所以呢，就是总之讲到这儿，就是说我们先不吵，先回到看到这些底层它存在的一些陷阱。那在这个层面上，其实你就拆解了很多这上面存在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思维的陷阱也好，语言的陷阱也好啊。好，然后呢，有一个讲到这里面呢，我们再讲到第4层，可能就是最难的啊，就是说情绪啊，就是它是在这个打动我啊，还是在操纵我啊？其实这个刚才不讲的嘛，事实和逻辑呢，虽然也很难哈，我们通过这个思维的训练去训练出来，但是毕竟还是能够拆解的，是吧？然后还有戾气啊什么的。但是感情和情绪其实是非常常见的。然后情绪像我回到最开始那个例子，其实它是有一种对这个孩子的这种情绪的否定哈，似乎你哭啊，你没有资格哭啊，其实是一种羞耻化嘛，对吧？就好像我哭这件事情是可耻的一样。那一旦有了这样的，实际上是对别人的一种就是情绪，它是一种笼盖性的。它盖在整个上面，它对整个的这件，就是它是一种对人更底层的一种攻击和否定啊，所以这也是最难的。为什么呢？因为
其实情绪呢，它不仅仅是，它不一定它就是错的，有的时候呢，它反而也是最有说服力的，是吧？其实因为一个什么对什么都无动于衷的人也是有问题的。但是呢，我们要知道的就是这个情绪是在帮你看见事实呢，还是在替你把判断给做了，让你不要想啊。比方说有几招在这里面是经常常见的。第一个是这个诉诸恐惧，是吧？哎呀，你看人家都这样做，你不这样做，孩子就完了啊。这个就是没有讲理由，是吧？就是只让你害怕，叫诉诸众人，大家都在干这个，大家都在上补习班，大家都在上奥数，你不学就完了，这是一个典型的诉诸恐惧，是吧？还有一项啊，这么多人都买了，你这还能错吗？对吧？但是不一定啊，可能这些人买的都不对啊，是吧？还有一些叫人身攻击啊，说比方说你自己都没有成功，你凭什么来说我啊？啊，对吧？就是这可能是说，哎，本来他的话是，但是我们要讨论的他这句话对不对，对吧？但是他实际上的隐台词是说，你配不配啊？说这句话啊。还有呢，道德绑架也是在家庭里特别常见的哈。你若孝顺我，你就应该怎样怎样啊。所以把本来一个可以商量的一个具体的要求来绑到你的人品上了，是吧？所以其实这里面就比方说啊，你不给孩子报这个班，你就是耽误他啊。这里面其实我们之所以被他击中，他并不是因为他道理能说服我，而是说耽误他，是吧？耽误这2个字，它带来的这种愧疚啊，所以你就想也不要想了，你就赶快掏钱吧，是吧？那还有一种情绪呢，是搬出这个大人物来压你。哇，你看专家都说了，你还不信，是吧？那权威呢，它可能是一个线索，但它并不是一个确定性的证据，是不是？那尤其是如果他跨行了啊，或者是这个专家也可能屁股决定脑袋啊，是吧？他一个头衔，就能证明他所有的道理都是对的吗？是吧？所以我们要听的还是说他的理由，而不是他的名头。所以在要破这一层呢，我们要把情绪和事实分开啊。这个吓人的归吓人的，是吧？那我们还是要回到刚才讲到的前提，事实和逻辑，在这个时候呢，再决定啊。然后还有一个例子，我想最近可能大家看过这个。曾经就是最近比较火的那个电影叫《阿玛的情书》，是吧？我觉得其实还是出了几篇蛮好的文章，在分析，就是他虽然这个电影作为小人物的情感啊，是不是当然是很打动人的，但是如果我们看当时他处的这个历史时代，他肯定也是非常仔细的挑选了一些可以讲的事情啊，因为那个时候的南洋。特别是华侨，其实上在文革期间其实是受到很多迫害的啊。然后这些事情都消失了啊，这些东西是没有讲的。那当然讲到了，他讲的这个也是对的。南洋的这些人啊，就是出南洋的这些人，非常非常的勤劳啊，然后过得也很苦啊，家里面的这些侨批啊等等。但是呢，又非常。其实也是很巧妙地回避了当时这种大的各种就是由于政治运动带来的这种大的这样的一种社会灾难啊，是完全没有提的。所以呢，我觉得我当时去看了一篇文章，里面就讲了这件事情，是把这些没有讲的事情说出来了。然后底下的大部分的评论都说啊，你不是我们这个什么客家人，你不是我们那些人，你是不理解我们的这种心境的，你是不知道我们当时有多苦的，等等等等一大堆，是吧？就好多时候其实是这样的，包括我们讲啊，你不是我们中国人，不知道我们在中国在战争里面经历了怎么样怎么样，这些是不是真的？这些是真的，是情绪的，对吧？但是呢，这些情绪并不是原因让我们去忽略全面的去理解那个时代，对吗？那如果说啊，因为我有情绪啊，你就是好像，而且它不仅有一种情绪，还有一种说你不是我们这一类人，所以你不能理解我的情绪，因此你也没有资格来讨论我那个时候的时代的全貌的意思。那这个成立吗？这个显然不成立，是吧？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到史料，每个人都可以看到对当时那个时代的想法，而不是说因为你有巨大的情绪啊，我们这些人怎样怎样，你不懂，所以你就没有资格。那这也是很常见的一种在这个所谓吵架里的这样的一种谬误，是吧？所以呢，我想就是跟大家讲我们这4个层次哈，你可以想想上面有2个事实和逻辑，然后呢，在前面有个很重要的就是没有讲出来的前提啊，我们要去把这个讲出来看到。还有一个这个情绪往往是弥散性的，它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有的时候是弥散性的。那看到这一点，那我们用它去拆解每一个所谓的架啊，那我们就可以用更清楚的方式去看到这里面的思维内核和我们如何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啊，这个能够看到我们到底在争什么啊，然后更有效的去交流，是吧？所以呢，在这个吵架里面，这4层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记住啊。
所以呢，我想在这里也插播一个例子啊，也很有意思。实际上是我这次在3阶工作坊里用到的一个例子。然后等我这里这个所谓做个预告哈，我下一次会专门有一个节目来讲这个，因为我觉得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这个例子其实跟我们大部分的中国人的生活看着很远啊，它是讲的是2014年美国的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13岁的黑人男孩啊，叫 Genesis。他在家附近的一个水塘里面淹死了他又不会游泳。然后其实这后面展示一个很大的美国的社会问题，就是美国的黑人会游泳的孩子非常少。那它其实是跟社会不公啊、贫困啊，包括整个这些社会背景是有关的所以呢，在他生活那个地方，因为也是黑人为主嘛，也从来没有一个游泳池，孩子也不学游，黑人孩子也不学游泳。那最后呢，当然这个妈妈失去了这个孩子，所以当然大家可以想象，如果你是妈妈，很痛苦的，孩子很可爱，然后那时候已经像个大小伙子一样了，13岁，个子很高，也非常的在学校里也非常好。那后来呢，这个 long story short， 就最后这个妈妈就是从这个悲剧里面站起来，然后呢，在当地去寻求资源，然后建了一个以这个 Genesis 为命名的这样的一个公共的水上中心让所有的孩子，不仅是黑人孩子，都可以学习这个 water safety 能够安全的学习游泳我想我们所有的人，就是当时我在工作坊里放这个故事的时候，就大家都还是非常的感动的因为你每个人，特别是妈妈的话，你都会觉得就是很感同身受。但是呢，它后面又有巨大的社会背景，是吧？我们每个人当时我记得在工作坊里讲的时候，很多人掉眼泪了就是哎呀，会觉得看到我也能想象，如果这个例子转发到这个中国，就有很多人会觉得很感动这个妈妈很伟大呀等等做的这些事情。那实际上当时我在工作坊里讲什么呢？我就说，其实这个故事我们当然这个妈妈的感动作为一个个体能做的事情是非常非常给人就是英文叫 inspirational 是吧？能够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启示启发但是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前提就是一个孩子的死变成一个游泳池，能够救无数的其实这个妈妈并不认识的孩子，能够教他们这个水上的安全它其实后面是有一整套东西的。那这些东西其实是这些前提是很重要的。比方说我当时就有一个问题，就问大家，在这里面你看到的这些没有说出来的前提是什么就大家你想一想就会知道。比方说第一个，孩子被淹死这件事情，他没有被掩盖，对吧？他被报道了不仅被报道了，而且被成为一个公共事件然后其实这个悲剧没有被掩盖，说明他有言论自由，是吧？第二个呢，他被报道了之后，他形成了一个社会事件。那他最后为什么能形成这个游泳池，并不是说一大堆善人捐了钱，而是他其实成为了这个城市的公共预算的一部分。因为他的预算是公开的，那预算怎么样用这个钱是有听证会的，所以它中间其实整个从14年到后来有一系列的这个听证会把这个预算算在里面。然后呢，包括有这个社区组织的捐款，也有这个其实公共预算。公共预算就是大家的这个城市里面的这个税收来的钱嘛。然后因为大家知道，如果在美国的话，都有这个 county level 的叫 park and recreation， 就是他们的公园和这个休闲服务，他们就变成其中的一部分那这个过程也是个将近10年的过程，所以你可以看到所有的每次开的听证会，每一次的 budget 就是它的这个预算，然后这预算是怎么算起来的，然后怎么盖的这个游泳池，然后包括里面的人员的这个是怎么来的，因为你建了游泳池，也有人去工作对吧？大家想一想，其实是个非常复杂的一套社会运转。那我们只有看到这些前提的时候，我们对这件事情的理解才不仅仅是简单的一个妈妈这个丢了孩子的一个这个所谓的感人励志故事，而是能够看到更多，是吧？这就是我讲前提的一个非常的重要的这一点。这个呢，我就埋个钩子大家这个希望大家订阅我们的这个频道。下一次我会专门有一期来讲这个故事，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故事，也有非常厚重的历史，也是能够帮我们理解不仅是理解现在的美国社会，也能理解我们自己所处的这个社会。好，那讲到这儿呢，就回到刚才讲的这个吵架，是吧？其实呢，吵架有2类第一类呢，就是刚才讲到家里的这些，是吧？就是好多时候呢，其实这些架有个共同点，就是大家并不是存心使坏，对吧？存心难为你，特别是家里面的这种纠纷，他其实很多是自己也没有闹明白，对吧？话就这么出来了，而且我们很多情绪在里面。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在家里面这样的这个理智吵架，其实是在帮家里的人呢，也是在帮我们自己，是吧？把我们这一团乱能够理顺所以呢，像在刚才讲到的这个办学校的这些例子什么，他可能并没有带着坏心他只是有这样的一个期盼，但这个期盼呢，最后表达出来成了一个对别人的这样的一个攻击，是吧？所以这个是一个例子。
但是实际上呢，它还有一个这个在职场上的很多应用，职场上很多应用我们叫 PUA 其实比方说这个职场应用就特别多啊，比方说老板说啊，公司是你的家，大家是一家人，这时候你怎么能计较这些呢？啊，是吧？这个也是经常听到的，是吧？所以这里面大家还是回到刚才我们那个方法，说哦，你看啊，突然这个雇佣关系就被偷换成了一家人，成了家人关系，是吧？那好像因为是家人就该无条件的这个付出啊，来不能谈这个对等啊，或者不能谈报酬啊。但是真的是家人吗？肯定不是，是不是啊？那你这个裁员的时候，这个压 KPI 的时候，为什么不说一家人了，对吧？这也是说嘛，就是你也不能双重标准啊。用我的时候说我是一家人，那当这个裁我的时候可不说，是不是？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你就说，哎，我们的关系到底是什么？那我们是清清楚楚的雇佣关系，这个关系我也有互相的义务和责任，这个不冷血的，是吧？所以呢，这时候可以把家的这个比喻放在一边，就回到具体的事情。那话就好说了，那我的职责是什么啊？我得到的报酬是什么？我现在要做什么啊？你对我的期许是什么？对吧？不就可以了吗？对吧？然后，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职场里面也是非常常见的，其实也是用这4招可以拆的啊。还有一句我们平常这个朋友里面经常讲的，说，哎呀，你别想这么多哈，越想越痛苦，别想了，别想了，我们就出去玩吧。这可能也是，这看上去不是在吵架，但是不是听了也有点不舒服，是不是？那这种例子怎么拆呢？因为这里面呢，其实他也做了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概念的转换啊，他把这个想等同于痛苦的来源啊，好像你思考这件事情，所以你才痛苦，是吧？但是呢，你是不是不想，这个痛苦就会消失呢？其实也不是的呀，对不对？因为你只是暂时没有去看，那这个问题该在那儿还在那儿，所以其实让我们痛苦的并不是想这件事情，而是我没想明白这件事情，对不对？所以我心里面总是在反反复复的咬这件事情，你当然是又没有想明白，会让你痛苦啊。所以其实如果这个朋友真的要帮我，不是说啊你就别想了，而是说呢，让我们真的去睁开眼睛看看清楚，哎，这件让我难受的事情，它的是哪一部分让我难受啊？它到底是什么？那这件事情让我难受的原因是什么？然后我们再去往前走啊。所以大家看，这种不叫吵架哈。我其实这部分呢，给大家讲各种辩题是吧？就它好像不是在吵架，但是让你不舒服，你也发现其实是因为它就是在思维里面把应该做的事情给它回避了啊。而一旦是以为你好的名义去回避，似乎回避也是对的啊。所以这也是有问题的。所以呢，你看，这就是这种家里边的呀，身边人说的话呢，他没有什么坏心，是吧？就是没绕明白，所以拆开之后呢，我们就自己也会更清楚。那当然，如果换位思考，我如果是劝别人，他是在思考问题，我怎么去劝他啊？那也是不一样的，对吧？那我就有更好的方法了。好。那其实还有一些例子呢，更危险一些啊，就是比方说有一个例子是，今年2026年的这个美国的国情咨文啊，那个时候因为大家知道美国政治里面就是这个所谓的非法移民是个很大的问题，是吧？然后呢，就是在今年2026年应该是1月份，这个美国那个 State of Union， 然后呢，Trump 就有这么一招，他就说呢，你如果他对所有的这个议员说哈，包括民主党的和共和党的啊，说你如果认为呢，这个我们的议员是应该保护美国公民的啊，你就站起来啊，然后那就有很多民主党的就没有站，然后没有站呢，他就说你看你们就是要为保护非法移民的，因为你没有站起来。大家想这是不是也是一种PUA 是吧？为什么呢？你想大家想一想怎么拆解这件事情呢？那就是说，他其实是把这个保护美国公民，这其实就是每一个人都要在保护的。但是站起来呢，他又变成了一种服从，是吧？那而且呢，他又推了一步，你不站就证明你不服从，因此你不站就是在保护非法的这些人。那这里面其实都是有逻辑的跳跃的，所以它其实是一种就是这种也是一种就是一种 PUA 嘛，很明显的。就我们一个更简单的例子哈，他就说，哎，你是不是这个认为杀人是不对的啊 ？OK， 所以呢，你如果认为他是对的，你就得给我100块钱，对吧？你不给我钱，就证明你认为杀人是对的。就是这种，其实我们在上一集讲思维里面讲到，这就是假2选1，就他突然把这件事情变成了2选1，你必须站起来，你要不然就服从我，你不服从我，你就是错的，你就是认同这个认同这个魔鬼的啊。那其实这种假2选1，就是其实是
其实蛮有欺骗性的，是吧？你看他在这个美国的国情咨文State of Union 最大的演讲里面可以这么讲，那在这个平常我们旁边看到的小骗子也可以这么讲，所以其实它不仅可以帮我们所谓的吵架，也可以帮我们识别这种骗术啊，就是我不会陷在你的陷阱里的啊，所以我就说，虽然我们这个用了一个比较惊悚的题目哈，帮你吵好吵赢每一场架啊，但是大家我稍微总结一下，其实我们是有3大类不同的场景啊。第一个场景就真的是这种针锋相对的对你的指责啊，然后呢这样的这个包括就是如果大家看在公共领域里面很多的这种YouTube 底下的评论啊，或者是这种公共场域的评论，其实都是带着很多的人身攻击指责里面的，你就可以知道怎么去拆解这些东西，这种真正的是。针锋相对对我们的攻击啊，我们是可以把它拆解掉的，这是第一类啊，这是其实很常见的，特别是在公共领域里面啊，微信群里面可能也特别多，是吧？啊，然后第二类呢，就是刚才讲到的家里的这些人，大家并不一定是有坏心，甚至是很好的朋友，大家在劝你啊，但是劝你的时候就劝的不到点儿上，是吧？然后你会觉得，哎呀，这个或者是我们都是为孩子好，但是这些说法我不能同意。你会发现在家庭里面这样的一些低质量的思维带来的低质量的交流是非常多的。那我们有了这些方法就能识别。那最终的目的不是一个你赢我输啊，或者你死我活，而是说我们到底说，哎，我们共同点是什么？我们分歧的地方是什么？那分歧的地方我们怎么样去解决？啊，这里面我还想到一个例子，也是我们这个诺言的朋友说的。他说他因为两口子也在中国也在日本啊，说要讨论这个家里的理财问题。我这不很正常吗？那就是说这个钱是放在中国还是放在日本，对吧？那就讨论呗。那肯定各个地方有它各个的这个风险和收益嘛。那但是这个讨论的时候就会听到啊，这个每个国家都有问题啊，你怎么就这么喜欢日本呢？大家看出来了吗？对吧？就变成了突然把要讨论一个具体的问题，变成了一种这在国家层面的宏观层面的，甚至是爱国不爱国的这样的一种指责，是吧？那这种指责其实在我们家里面是非常常见的，所以这是第二大类。那第三大类呢，就是指的刚才讲，真的是有人骗你的啊，骗术，不管是公共领域里的骗术，像特朗普那样的一种骗术，还是说这种就是这种小骗子的骗术，其实底层你都能看得出来。所以这些场景里面。我们当然首先可以用这些方法去拆解它这些话术，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底层的这些思维的能力在里面，是吧？然后大家会觉得，哎呀，这个例子都很好啊，分析的这么好啊，是吧？没问题的。大家在这个 show notes 里面可以看到这个链接啊，这个小游戏，这个链接就大家可以自己自己用一用啊。而且我这个设计就是你可以把别人说的这句话，你觉得不大对，不知道该怎么怼的放进去，那他就会用刚才我讲的这4层啊，前提、事实、逻辑、情绪来帮你分析，而且还会告诉你怎么怼回去，有短板、长板和这个高级版，你可以，然后有各种各样的话术。当然，核心还是讲到那儿，就是实际上是我们来锻炼我们的思维能力。好，那咱们呢回到刚才讲的这个最开始我们在视频开头讲的。输了乒乓球的小女孩，对吧？那我给大家读一读我当时的我把它收到这个游戏里面的他给的这个回答啊，就是怎么样去怼这个爸爸。现在来到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游戏的产出时间哈，读给大家。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前提啊，他把自尊偷偷换成了努力挣来的有条件的认可，而真正的自尊恰恰是无条件的。孩子的价值不需要靠表现去配得上。然后呢，他还藏了第二个前提，就是哭是有资格的啊。可是呢，哭是情绪的自然流露，不是一项需要审批的特权啊。所以呢，这是隐藏前提、偷换概念，这是2个。然后我们到事实层面，是吧？他说，一个输了球的孩子在难过，这个是事实。可是呢，他不努力是这个爸爸凭空断言的，不是观察到的啊。他没有在场，没有问过，就给一个正在哭的孩子定了不努力的罪啊，输球不等于不努力，再努力的人也有可能输，是吧？这个就是指鹿为马，这个不努力不一定是输球的原因。然后再讲到逻辑啊，他的逻辑就是自尊要建立在努力之上啊，没有不努力就没有资格哭。那中间呢塌了3个地方啊，第一个呢，就算是自尊部分来自于努力，也推不出哭是需要资格的，对吧？更推不出他并不努力。所以呢，他是把孩子劈成了努力和不努力的2类
是吧？然后呢，只有前者配哭啊，这也是假的二选一和因果错置。然后再讲情绪啊，情绪没资格哭是最伤人的一句话，是用羞耻去惩罚一个正在难过的孩子，剥夺他情绪的正当性。这句话呢的真正功能其实是把我作为爸爸不想去安慰这个哭的孩子，而包装成了一条听起来很硬的很有这个道德制高点的原则。这是这个叫做道德审判和情感否定。OK， 怎么怼回去啊？这是我们这个 app 的回应哈。第一个叫做一句话就是说，自尊是要靠努力来挣的话，它就不叫自尊，叫做绩效奖金。孩子的价值不需要他配得上啊，这个自尊不需要资格，这是一句话的。第二个叫做奖励版啊，你把这个自尊换成了表现好才配被爱，那恰恰反过来，一个孩子如果知道无论输赢都有资格难过，那他才会被接住，他才会长出真正的自尊。而靠成绩换来的那种加引号的自尊，输了一次就会碎掉的啊，怎么样？这是讲理版是吧？然后还有一个叫做戳穿版，就是带活版高活力版，就说了，再说了，谁告诉你他没有努力呢？你又不在场，你又没有问过，就给一个哭的孩子定了你不努力的罪，再拿这个罪去剥夺他哭的权利，你这不是在谈自尊，而是在给我懒得去安慰他找了一个道德制高点的借口。他现在要的不是资格审查，而是有人蹲下来说一句，哎呀，输了球肯定很难受吧，厉害吧？这是我的那个产出。大家可能会觉得哇，这么牛牛的原因就是我刚才讲，是我这些年几千万字的语料放在里面，包括刚才讲的这4个程序，然后大家都可以分析，大家可以自己试一试啊，把你这个觉得很难怼的歌剧里面，它都会给你这样的一个输出的。但是呢，我今天想的最重要的呢，就是我后来又想了想，就是这件事情，其实当然我们去怼这个爸爸哈是一部分，但是实际上最重要的其实是接住孩子，是吧？然后呢，我就跟这个 AI 讨论，也是基于这些年的语料，我说你跟我说，作为给这个妈妈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对吧？好，就是很对的，对爸爸是次要的，接住孩子才是真正的一个原则。这件事情里面有2支箭。这个2支箭呢，是我在这个工作坊里讲的一个概念，叫佛陀的2支箭啊。这个呢，我也加一个这个埋一个小钩子吧。我们那个下一次会有一个视频专门讲这个。其实简单来讲，概念很简单，也就是说，你会如果被扎了一根箭，对吧？啊，这个箭你肯定很疼啊，你肯定很受伤。但是呢，我们真正的痛苦是来自于第2支箭，就是你再去射一支啊，不断的想，往里边扎更难受，对吧？所以我们其实所谓的修行智慧，就是不要把这个再射第2支箭。这一支箭我受伤了，我知道了，我承认了，它很疼，我现在要把它拔出来，然后让它愈合，而不要再去射第2支箭啊。所以呢，这个回答里面，因为有这个我工作坊这些年的这个语料哈，所以他用了这个第2支箭。他说这件事有2支箭，输球是第1支，真疼，他是躲不掉的；而你不配哭那支呢，是羞辱，是第2支啊。所以要做的呢是就不要让第2支扎进去，这是给妈妈的建议哈。先把哭的资格还给他，别在他正疼的时候去讲道理。所以呢，顺序很重要。第一步要抱孩子啊，抱；第2步是陪他。道理呢可以放到很久以后再讲，甚至不用讲啊。他给妈妈的建议说，你可以蹲下来。然后呢，抱住他，这么说，输了是不是特别难受？妈妈特别理解，我来抱一下，想哭就哭，哭出来没有关系。难过的时候你会哭，是因为你在乎哦，是吧？那在乎说明你非常重视这件事情，这从来不是错。那爸爸刚才说那句话，妈妈不同意啊，哭是不需要批准的，你难受呢就有资格哭，这是每个人都有的资格。而且呢，你今天赶上场，能够拼到最后，这件事本身就很棒，输赢决定不了你是谁啊。妈妈爱你，跟你赢不赢一点关系都没有。然后呢，里面有讲到说，这个提议说你几个不要做的，第一个不要说别哭了，这有什么好哭的啊？这相当于把第2支箭又补一刀，对吧？然后呢，这时候也不要再时候复盘，说你看你是练的不够，哎，你这个球该这么打，那个球该这么打，是吧？这个就相当于把爸爸的话重新换了个说法。另外呢，也不要马上给他出主意去解决问题啊，因为这个时候其实孩子需要的不是方案，而是知道有人站在他的这一边。那至于这个努力啊，这个下次怎么练呀，这个可以讲，但是呢，这个要等他平静下来啊，换个口气，不是你不努力，而是说，哎，下次我们是不是要一起练一练啊？所以努力呢是一个邀请，而不是一个惩罚，这个要记得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爸爸和妈妈这种时候呢，其实
夹在中间最难受的是孩子。所以呢，给妈妈的建议是不要当面跟爸爸吵，但是可以平静的当着孩子的面给出那个相反的话，让他知道家里面的妈妈是无条件的站在这边，这比赢更重要，也比赢过爸爸更重要。怎么样？所以很有意思吧？所以这个小工具呢，推荐大家这个都可以试一试。然后呢，你试了以后就会发现，哎，其实会有很多是让我们的这个思维能够更清楚啊。然后呢，让我们也有不仅是思维清楚，也给我们很多的我对那个这个事先试用的我们这个风影社区的朋友说，感觉可以换了个嘴。每天要知道我去怎么样去回复这些啊，然后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效的吧啊，所以希望大家也可以试一试。那还是呢，欢迎大家来这个订阅，然后呢，我们后期我会讲2个，第一个就是我讲到的那个 Genesis 的那个故事啊，我觉得那个故事其实是个从小人物的故事可以看到后面很多的很重要的这个社会背景，以及它其实锻炼我们思维能力的。那第2个呢，我想跟大家预告的话，就是我会讲这个佛陀的2支箭，因为这2支箭其实也是我在工作坊里讲到的内容，但是我想这个也是每个人都可以受益的。好的，那就最后呢，还是加广告哦。第一个就是我们11月份的在京都的线下工作坊，现在已经开始报名了，现在已经报了超过一半了吧，还有一小半的名额，希望大家有这个机缘的话可以来参加。然后呢，我们诺言的第9年现在的这个活动也在进行，大家也可以在 show notes 里面看到参与诺言的时间。然后另外一个呢，我现在的这些视频呢，也会都陆续的写成文章。那我的文章在 Substack 和在 LinkedIn 都可以看到，大家也可以在我底下的这个 show notes 里面看到这些具体的信息。当然，最后更重要的就是大家这个小玩具、这个小游戏可以用起来哦，然后可以把自己觉得很难拆解的东西放在里面。然后呢，如果对你有用呢，我也希望能够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反馈，好吧？那我们就下回再见。